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维鲁斯绝活哥的一个兑现出装情况。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出装不是常规的那种出装，符文也不是常规符文。这里选择的出第一件是卢安娜飓风，然后后面做法术伤害，因为它的伤害是百分比，所以在法术伤害的时候，它的被动爆炸的时候是百分比嘛，完全问题不大。而且这里面的话，选择的是强攻搭配3率。这里队友说辅助给叠到太多那个被动，叠到那个致命节奏，所以前期打不过很正常。那这样的话被控兵线就没办法。这里打出强攻的一个爆发确实很舒服，就平内3下，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爆发。这里对面有米利欧这种增加攻击距离的，确实没那么好打。在里面可以看到，他选择这样子非常规的玩法也是很不错的，而且前期容错特别高。但尽量不要跟对面打到底，而是打完被动打一套消耗。这里拿刀过来，但抓不到。哦，这里控住了，直接一套秒掉。想闪过来，但被挂引燃收掉了。这里大招刚好是5次5级秒掉，卡特直接也收掉，3个人头进账。那推不了了，那回去直接做装备。纳什之牙的装备的小件都是跟那个卢安娜飓风是一样的，都是攻速攻，然后搭配一个混伤的那个小匕首，叫做男爵针刺，可以获得那个适应力的法术和那个物理混上，所以还是蛮舒服的。对于维鲁斯来说，前期就是可以获得双攻嘛，物攻和魔攻，魔法攻击力。这里再把兵线一推，回去直接做罗安娜的飓风。
高对面1000经济，优势在我。那提前重装的话，那6分钟团其实就很容易打。这里直接配合大招收掉人头，一个 Q 再收掉。完了，难道跑掉了？难道去追截？2个人互相打到残血。这局的话，他们不能送太多人头给那个卡特。那卡特进场的话，这边不太好。那个后排扛不住，但也还好，有3绿，加上那个应该也是为了针对这局的一个状态去选择的一个出装和符文搭配。这里的话，打野在拿龙，这边选择直接来中路清完兵线以后，直接来吃这个先锋。先锋的话，你看我秒的还挺快的，特别是有罗安娜飓风以后，清兵线刷资源也是很快。第2件的话，选择出峡谷制造者，就是为了吸血续航，因为峡谷制造者是全吸血嘛，但它是法术装备，其实物理的话它也是能吸的，物理伤害的话也是能吸血的，所以对于混伤的英雄来说，峡谷制造者是除了在一个装备特效上可能略逊于那个饮血剑，但它的吸血啊那些，如果对于混伤来说是不逊色吸血剑、饮血剑。射手像中后期的话，就是待在中路，然后做上下路去支援。但这里面优势的话是有，但阵容没那么好，你不能说去组团去对面清对面野区，这种高端局的话还是比较得优着点。这里选择闪现过来，但大招好像差一点命中。还是好像是被解掉了，还是怎么了？这里有视野，姐是被发现了，要选择出金身。像杰这种无脑大你的话，你是没办法的。这里面先出的是纳什之雅，然后出的是那个峡谷制造者。
这里面辅助还好，拖到了中单过来。那这里的话，卡特一个进场，勉强换掉了，但不能去跟那个卡米尔对路，不然的话容易出大问题。这里队友掉点，等复活再选择来碰龙。哦，这里大招给的是辅助。瑞文过来进行一个收割，先把残的先收了，再来选择瑞文上去一个金身，还好稳住了，还好这里有金身，没有金身的话估计又要被吃人头了。瑞文的一个操作确实很帅。闪现 Q， 好像是直接 Q 上去还是闪 Q 啊？闪 W 还是 Q 上去的？没有仔细看。那这样的话，吸血的续航也做出来了，应该没那么容易被秒。像杰的话，这种大招起手你没办法，很无奈。这里面被对面找到了机会，像现在就是你到了高段位的话，射手真的好容易被激活秒掉，对面不会让射手那么舒服的一个输出位置，就让对面的射手，是因为这边切的太狠。这里大招空了，被杰跑掉了。像你会发现这样子出装的话，其实也还好啊，不会说伤害很低，一样可以打得动人，反而不会说伤害溢出什么的，容错也稍微相对来说比较高了。然后如果说像你如果确实后期操作不怎么地，团战就是欠缺一点的话，可以选择带就是永生花这件装备防御装。如果说你觉得你够极限，对吧？那你可以来个帽子，增加一个爆发伤害，
直接把对面秒掉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对面开龙了，这边过来一定要守住这条龙啊！对面打野吃大招了，哦不对，不是打野是青钢野。那解秒掉了，这边直接收掉5个人头，嘿嘿，那这样的话对面就打不了了，因为3路高地肯定得掉，就算守的话也差不多了，下一轮和根本出不来的话就打不掉了。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收看，拜拜。